大约在4.4亿年前，6000光年外的一颗恒星发生超新星爆发，其产生的伽马射线暴袭击了地球，并摧毁了地球一半左右的臭氧层，导致地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，大约使近80%的物种遭遇灭绝。地球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灭绝。在过去的几十亿年里，地球在演化的过程中可谓是多灾多难，如被外太空的小行星撞击、宇宙深空的伽马射线暴袭击，以及自身的冰封时代和超级火山喷发等等。可以说，地球生命能够幸存下来，完全是一个奇迹。而今天，我们便回顾一下地球的演化历史，去见证地球是如何从形成再到演化出无数的生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太空科学站，欢迎收看这期的景。要想了解地球的演化史，我们必须将时间倒流，前往到46亿年前。大约在46亿年前，我们的太阳系开始从一片巨量的分子星云中诞生。这团星云在引力的作用下不断坍缩，并形成漩涡状。随着物质聚集的越来越多，星云核心温度和压力也随之上升。当达到一定条件后，氢元素便在中心发生了热核反应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原始太阳诞生了。在太阳诞生之后，远端的残余物质则继续围绕太阳旋转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物质又在引力的影响下聚集，气体则形成了气态行星，重元素则形成了火星、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。在最初时期，我们的地球非常活跃，在它的内部会不断地喷出硫化氢、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气体，而这些气体则形成了最初始的大气层。同时，地球还会不断地遭受来自太空的小行星撞击，但很快，地球就经历了一场更猛烈的撞击。大约在45亿年前，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直扑地球而来，然后，在这场史诗般的撞击下，这颗行星几乎被完全摧毁，并将大量物质抛向了地球轨道。于是引力又将这些碎片束缚在一起，从而形成了我们的月球。此时，地球已经拥有了卫星，但是表面依旧是高温熔岩状态，并没有海洋。所有的水都是以气体存在。在时间的推移下，温度开始降低，地表逐渐冷却凝固，而水也凝聚成了小水珠，并以雨的形式落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海洋形成了，地球变成了一个水的世界。水是创造生物的重要成分。大约在38亿年前，地球的海底热泉口出现了水生命。这些最早的生命形式是最原始的单细胞生命。在那时候的近10亿年里，这些生物体改变了世界的进程。它们经过不断的演化，出现了原核生命。大约在25亿年前，地球发生了大氧化事件。蓝藻进化成为我们星球上第一个光合作用器，地球开始充满氧气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地球氧气增多，而二氧化碳含量降低，导致地球越来越冷。于是在24亿年前经历了第一个冰河时代，整个地球几乎被冰封。大约在23.5亿年前，冰川开始退去，大陆不断漂移并重新组合。18亿年前，形成了一个超级大陆，名为哥伦比亚超大陆。而此时海洋中的生命也变得更加复杂，
它们经过长期演化，从原始的原核生命进化成了真核生命，然后在大约 5.4 亿年前发生了新生命的爆发。这一次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。在此期间，进化的动物拥有坚硬的身体部位，如节肢、腕足、脊索动物等等。其中最著名的便属三叶虫。大约在 4.4 亿年前，6000光年外的一颗恒星发生超新星爆发，其产生的伽马射线暴袭击了地球，并摧毁了地球一半左右的臭氧层，导致地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，大约使近 80% 的物种遭遇灭绝。地球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灭绝。这次事件被称为奥陶纪滞留纪大灭绝事件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地球经过漫长的修复，开始有了生机。在 3.5 亿年前，第一批树木从地球土壤中诞生，同时第一批海洋动物也开始走向陆蹦。2.5 亿年前，地球发生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连续性火山喷发，大量的有毒气体和尘埃笼罩了整个地球。生物由于无法适应剧烈的气候变化，导致 90% 的生物惨遭灭绝。而这次大规模灭绝事件也为后来的动物进化铺平了道路。2.3 亿年前，第一批恐龙出现了，它们统治地球长达近 1.6 亿年的时间。如果你能置身于这个时代，那么将会见证有史以来的最大陆地动物以及最凶猛的掠食者。但好景不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场可怕的灾难正悄然而至。大约在6500万年前，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我们的地球，其撞击的威力超过了100万亿吨 TNT 当量。在剧烈的撞击中，使得大量尘埃碎片都飞向万米高空，然后这些尘埃又随着大气流动飘散到了全球，并将阳光遮挡，导致地球发生了毁灭性的气候变化。最终，统治地球 1.6 亿年的恐龙走向了灭绝的道路，只有小型哺乳动物存活了下来。也正是这次的灭绝，为后来的人类出现铺平了道路。大约在600万年前，一个全新的物种出现了，它们是已知最早的人类，也就是古猿。此时人类的祖先依然可以用4肢行走，而直到400万年前，古猿才开始从4肢转变成直立行走。之后他们又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，出现了能人以及智人，并且还学会了使用工具和如何控制火。大约在1万年前，地球上的人只剩下了晚期智人，他们不再游牧流浪，而是定居，走上了农耕时代。此时最早的文字出现，人类文明开始诞生。大约在250年前，人类进入了工业革命，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。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，同时人口也不断增长。到了上世纪，人类的科技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并且进入了太空时代。我们已经能够离开地球，前往到遥远的月球，而人造无人探测器甚至到达了
太阳系的深处。时至今日，人类的科技依然在不断发展，不知在未来，人类的命运又将会何去何从？不过，这也是另一个故事了。1977年，美国宇航局发射了2艘无人空间探测器，它们分别是著名的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。起初，这2艘探测器是担负探测太阳系外围行星的任务，先后曾造访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以及海王星，并且拍摄了数千张令人难以置信的图像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最初的任务已经完成。不过，当造访完太阳系的外侧行星后，他们的旅程其实才刚刚开始。截止到目前，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已经飞行了长达46年之久，已经穿越了日球层，进入了星际空间。其中，旅行者1号距离地球更是达到了230亿公里，成为了迄今为止人类飞行最远的人造探测器。如今，它们仍在运行，并定期与地球保持通信。不过，它们身上携带的核动力电池将会持续到2025年。当电池耗尽之后，便会停止工作，孤独地向着银河系中心飞去。在这段无尽的旅程里，旅行者号至少4万年后才会抵达下一个行星系。届时，如果被其他文明发现，那么他们将会成为地球的信使，因为在旅行者号探测器的身上还携带着地球信息和坐标，上面包含有关我们世界和太阳系的所有信息。该信息刻录在一个金唱片上，这是一张12英寸镀金铜盘，封面上标有太阳的坐标，分别用14颗脉冲星定位，并标记了脉冲星的信号频率。除了以上，还标有使用说明书，并用2进制方式表示，解释了探测器的起源以及如何读取播放唱片上的信息。内部则是记录了地球精选声音，有来自不同文化和时代的，另外还有55种不同的问候语音频。
以上是旅行者号唱片的部分图像信息，预计在未来几年，它们在电池耗尽之后便会陷入沉没，并携带这些信息将在宇宙中孤独地旅行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之久。不知道那时，它们会不会早已被人们所遗忘？宇宙是物质、时间、空间的统称。在这个系统中，拥有数之不尽的天体，它们分布在宇宙的各个角落，其相距甚远。如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就长达 4.22 光年，也就是说，以光速前往也要4年左右，而上升到星系之间更是长达数百万光年。在我们看来，天体和天体之间的距离已经超乎想象，但事实上，对于宇宙的大尺度而言，这点距离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。那么你知道宇宙尺度究竟有多大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太空科学站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。首先从太阳系出发，太阳系是我们银河系中一个不起眼的行星系统。太阳则是中心天体，有8颗行星围绕其旋转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无数的小天体，如矮行星、小行星、彗星等等。其中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是海王星，距离达到了30个天文单位。太阳光抵达海王星也至少需要4个光时。不过海王星虽然有如此之遥，但其实这个范围也不过是太阳系的一小部分。根据目前的观测认为，在海王星之外还有柯伊伯带，而柯伊伯带之外又有奥尔特云。奥尔特云是一个包裹整个太阳系的球体云团，半径达到了1光年，也就是说，太阳系范围达到了2光年左右。如果以目前飞行最远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的速度飞行，至少需要上万年才能抵达太阳系边缘地带。当离开奥尔特云之后，便是广阔的星际空间。如果我们将目光放远一些，会发现，在太阳20光年的范围内，有近50多颗恒星，它们都位于猎户座旋臂内，而猎户座旋臂则是银河系的一部分。根据天文学家的观测估计，银河系的直径达到了16万光年左右，其平均厚度大约为1000光年。中心的银河凸起厚度有3000光年。在整个银河系内，恒星数量至少2000亿颗以上。如果我们将目光继续放远，会发现银河系也只是本星系群的一部分。这个结构大约由50多个星系组成，直径约1000万光年左右。我们的银河系、仙女座星系以及三角座星系是其中最大的星系。我们将目光继续放远，会发现本星系群也只是室女座超星系团的一部分。室女座超星系团是由1000多个星系组成，直径大约为 1.1 亿光年。不过，这个结构对于宇宙大尺度而言，其实依旧很小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将目光放远一些，会发现室女座超星系团也不过是位于一个更大的结构体当中。这个结构体被称为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，直径在 5.2 亿光年左右，包含了近10万个星系。而在它的中心还有一个引力异常处，
名为巨引源，大约几亿光年外的星系都受其引力其影响，向着这个巨引源跌落。此时你觉得这个结构已经大到不可思议了。然而当前往更遥远的位置，会发现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也不过是宇宙大尺度结构的一部分。宇宙大尺度结构是一个由无数超星系团组成的新微状细丝，它们就如同神经网络一样相连在一起。我们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双鱼鲸鱼座超星系团复合体，直径长达10亿光年。不过，这并不是最大的结构体。目前已知宇宙最大结构体是五仙北冕座长城，它的直径达到了100亿光年，宽度约为72亿光年，但这仍然只是可观测宇宙的一小部分。根据如今天文学家观测认为，我们可观测了宇宙范围达到了930亿光年。然而这并不是宇宙的真正大小，因为宇宙正加速膨胀，在光速的限制下，使得我们无法看见更远的天体。因此930亿光年之外有什么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。不过有科学家猜测，在930亿光年之外，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宇宙，也就是多元宇宙的想法。它们就像泡泡一样，彼此被薄壁隔开，这些墙壁是无法穿透的。每个宇宙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并且拥有自己的物理定律。这些定律和我们的宇宙完全不同。但话说回来，多元宇宙也不过是一种猜测，而在宇宙之外究竟有什么，可能依旧是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，其中有数之不尽的行星、恒星以及庞大的星系。哇！